好，线上的同学帮我看一下有没有声音，有没有声音？好，我们现在不确定线上直播有没有收音，有没有收到？我自己试试看，看起来是有。好 ，OK， 有声音，谢谢。好，我们现在不确定线上直播有没有。
好，各位同学，我们今天用线上的方式来进行上课，好，所以不管是不是成大的同学呢，我们今天都用线上方式来进行。那请大家先扫一下画面上的这个 Slido 的 QR code 啊，那等一下，我们的问答就是用线上的方式来进行，啊，给大家10秒钟。好，来，在上课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 NTU Cool 上面哈。首先，第一个是大家今天要交第4个作业，对吧？好，要交第4个作业。那所以你就按照规定呢来缴交你的第4个作业。那我现在才把第5个作业的公告打开哈。我们同时呢会 announce 第5个作业。那第5个作业呢，几乎就是大家这个学期的最后一个作业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5个作业要做什么呢？其实就是延续大家第1跟第3个作业，请大家在作业3的文件基础上，你加你里面的内容呢，加入到缴交期限为止的最完整的 project 的进度跟结果。好。那新增或修改的地方呢，要特别用蓝色字体来表示，就是说跟作业3比起来啊，主要的差别。好，那有越详尽的 project 的内容跟更多的进度为优。好，那基本上这个就是 final project 的最后书面报告。那所以呢，你的作业5就是要写这个，把这个最后的你整个 project 的最后的结果写成一个完整的书面报告。啊，不限定页数 ，OK， 那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就是说我们的作业5最看重的其实是大家最后的结果，你的完成的状况是怎么样。好，那除此之外呢，请大家还要准备一个5分钟以内的影片上传到 YouTube， 来介绍你整个 Final Project 的做法以及最后的结果。那你这个5分钟的影片呢，你可以是你做投影片来解释你的 project， 好，然后呢，你可以或者是说你实际录你的系统的运作的情况，好，弄成影片也可以，好，所以我们更鼓励大家展示你实际的系统画面跟系统运作的过程。那而且呢，请把这个 YouTube 的连结务必放在 Homework 5书面报告的最上方。标题之下，作者之上，啊，你做一个 YouTube 的连结，那我们的助教呢，会一个一个 video 进去看，好，那我们每一个 video 至少都会有2个助教会打分数 ，OK， 那所以整个大家作业5的分数呢，会包括书面报告的分数以及你的 video 的分数 ，OK。好，那所以说作业5的内容必须包括作业3，基于作业3，你到目前为止最新的 project 的进度跟结果。好，那请记得一定要附上 YouTube 的连结。那缴交的格式啊，就是 Homework 5底线分组编号。那分组编号就按照你从作业1开始的那个同样的分组编号。每一组呢，只要有一个人代表缴交，好，那上次作业3也有同学问说，怎么我这个我们4个人一组，我们几个人一组，那我的组员缴交了，我没有缴交，那我在 NTU Core 上面为什么我的记录还是写没有缴交作业呢？啊，那当然了，以 NTU Core 的这个系统来讲，你的确是没有缴交作业嘛，只是说我们最后在打分数、在给分数的时候，我们是同一组人都会拿到那个分数。好，所以我们最近 Homework 3的分数也公布了嘛，所以呢，你如果有这个真的分数有问题的话，啊，你请记得跟助教联络。好，那报告缴交的是 PDF 档 ，OK，
不是没有编译过的这个 LaTeX 的档案。影片最多5分钟啊，5分钟以后的内容呢，我们都不列入评分的考虑啊，因为你要知道说我们的组别很多，那我们的助教一个一个去看要花很多的时间，所以我们不允许你超过5分钟。好，你就算做10分钟，我们只看到5分钟，你后面的结果我们都不看啊，做的再好我们都不看。好，那我们将根据 YouTube 的影片跟报告来评选出表现最优的前15到20组，进入决选名单。OK， 那进入这前15到20名呢，将在12月18号的 Final Project Presentation 当中进行报告。好，所以这一天的课程内容就是最好表现最好的这15到20组的这种口头的报告啊。那你如果没有进入，因为我稍微看了一下，我们的组别大概有150-160组啊，所以大概1/10的组别可以进入到最后的决选。那如果说呢，你的这个根据你 Homework 5的分数，如果你没有进入决选名单的话，那么你的 Final Project 最多就是可以得 S 分。那你这个 S 其实就是你的 Homework 5的分数啦。好，那当然我们这里会做假设，你 Homework 5就得到85分，那你最后你的 Final Project 就是85分。好，但是我们又有一点但书啊，假设大家表现的都非常的好，因为我们现在这里有一个设计啊，我们要鼓励前15到20名，对吧？好，所以呢，我们一定是要为能够进入决选的组别，它的分数一定要比没有进入决选的组别来得高嘛。好，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的想法是，进入决选的组别的 Final Project 成绩至少要 S+10，好 ，S 尚未决定，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会做一些 normalize，比如说我们因为最后final project 的分数最高不会超过100分嘛，好，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让决选的组别可以 S+10分的话，也就是我们的作业5最多不能超过90分。好，那根据去年的经验，我们会把作业5的最高分定在，就是说没有进入决选，我应该怎么讲？应该是我会让作业5的最高分就是85分，是这样讲吗？好，这个细节我可能再仔细去看一下，我们去年是怎么做的。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要去区隔有进入前15到20的人，以及没有前15到20的人，这中间的一个差距啊。哦，也许是这样，也许是你作业5你拿到90分，好，那但是呢，你没有进入决选，所以呢，我们的 final project 给你的分数呢，我们就会把你的乘上某一个公式之后，让你作业5虽然是90分，但是你的 final project 呢，可能就会变成是85或85以下，因为我们要保留那个中间的 gap 给有进入决选的。那进入决选的团队一定是分数不会超过100分嘛 ？OK， 因为我们这里讲至少 S+10分，那我们还要去为前15到20名，我们还要再排一个高下嘛，好，所以一定是可能第1名就是99分，第2名可能98分 ，whatever， 对不对？那你第15名、第20名，总是分数还是要比没有进入决选的最高分嘛，好，总而言之，我大致的方向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讲说这个 S 还没有决定，好，那进入决选的组别呢，可以在缴交 Homework 5之后呢，持续改进，因为你缴交的期限是11月27号嘛，你在12月18号之间还有2个礼拜的时间，超过2个礼拜的时间，你可以去精进它，所以说呢，你尽可能在交完作业5之后持续改进，争取在12月18号 presentation 当中获得更高的成绩，这样。好，那所以缴交期限呢，11月27号。好，
然后作业5已经是最后的一个作业，那它会直接决定了你 final project 的分数，所以我们不会再接受补交。OK， 那你会说，那为什么明明12月18号才进行 presentation， 我干嘛要把这个缴交期限定在11月27呢？原因有好几个，一个是助教要一个一个看，很花时间啊，他需要花时间看。另外一个是我们还会有一个期末考嘛，对不对？不要忘记了。好，所以说呢，我们这时间整个的安排其实是得要 push 大家在11月底就把你的 final project 完成。好 ，OK， 那这也是我们之前在学期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过的，大家从一开始就要去做你的 final project 的原因。好，所以你如果在这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你没有好好的按部就班的有在做你的 project 的话，你如果是到最后2个礼拜才在那边临时抱佛脚的话，可能效果你的成绩就不会太好。OK， 好，以上就是作业5的相关的说明。好，那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写在 Slido 上面。我现在同时来看一下我的直播是不是有问题，因为今天我们没有实际在教室上课啊，所以我们没有排值班的助教来帮我一直盯着我的线上直播有没有问题。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Slido 上面看看有没有问题。都没有哦。好，没有的话，我们就要开始上课了。好，那我们开始。好，我们上周呢讲到这个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好，那首先先介绍一下为什么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网络，是因为在很多的问题里面呢，我们在进行处理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时间先后的顺序的资讯。好，所以比如说在画面上这个例子来自于台大电机系李宏毅教授的这个例子。好，这个问题呢叫做 slot filling， 就是每一个 slot 或者每一个字，我们要去判别它这个字所代表的意义，是代表时间呢，代表目的地呢，还是代表出发地呢，还是代表其他，好，还是代表人数等等的。好，那上次上课最后呢，也有同学问到说，这个是不是就是 name entity recognition 啊？其实是的，很像啊，就是在判别每一个字是什么样的一个属性。好，那这个例子的话呢，比如说我可能有一个句子是这个 arrive Taipei on November 2nd 啊，那有一个句子叫做 leave Taipei on November 2nd 啊，所以同样是 Taipei 这个字呢，上面这句话的 Taipei 代表的是目的地，底下这个 Taipei 代表的是出发地，所以明明是一模一样的字，它代表的意义却不同，那为什么呢？我们要如何去判别同样是台北这个字意义会不同呢？我们其实就得要看到它的前后文之间的关系。前面是 arrive， 那我就知道说这个应该是目的地；前面是 leave， 我就知道说这个应该是出发地。所以以这个简单的例子来跟大家说明为什么我们会需要有这个所谓的历史的资讯、时间先后次序的这样的一个资讯。好，那 RNN 呢？这个所谓的递回式的类神经网络呢，就是设计用来描述有时间先后顺序的这样的一个网络。好，那我们会需要 memory，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得要记录说
这个句子从之前第一个字看到目前这个字为止，我们已经处理过后的资讯是哪些？到底前面有没有讲过 arrive 这个字，有没有讲过 leave 这个字？好，所以我们要有一个 memory，OK？那我们每次在处理现阶段一个新的字进来的时候，那我们要考虑到，我们过去已经看过了某些资讯，一起参考，我才知道说，我现在看到 Taipei 这个字是目的地的意思，还是出发地的意思？好，那一般来讲，我们在用 RNN 的时候呢，我们也一样会假设这个 Markov assumption。好，那也就是说呢，这个我第 T 个字的这个分类的结果我除了考虑第 T 个时间点我的 input 之外，理论上我也要考虑到第 T 减1 T 减2一直到时间点0开始，我所处理过后的所有的资讯，这样。可是你如果是做一个 first order 的 Markov assumption 的话，那就代表说呢，我假设我现在这个时间点的 output 呢，只跟我现在这个时间点的 input 以及前一个时间点的 output 有关。这个就是 first order 的 Markov assumption 吧。那当然你如果愿意要看更多的资讯，那你也可以把z t 减2也一起考虑进来，或 z t 减3也考虑进来。那这个就是 second order、third order 的 Markov assumption 的意思嘛。好，那画成类神经网络的图呢？我们可以看成这样啦。我们每一个时间点，我们都会有一个 input x 进来。那当然这个 x 我就会经过一个什么几层的网络，或者一层。如果我们现在假设都一层，我经过一层的 linear layer，那它就是借由乘上 wxz 来完成。那我就得到一个 Latent representation。等于说我把我的 input x 转换成某一种 feature。那我这个 z 呢，理论上我如果不考虑时间因素的话呢，我就是再把这个 latent representation 再透过几层的类神经网络，我就得到一个 output y。其实就是这样。好，那如果今天我们要考虑到先前我们曾经看过的资讯的话，那我们就是连同前一刻或前几个时刻的 z，我们都要考虑进来嘛。所以我现在这个时刻的 z， 我同时也会考虑到前几个时刻的 z。所以这里有一个画回自己，然后中间弄一个 delta，意思就是说我之前的时间点的那些 latent representation，也一起考虑进来，连同我这里的 x 一起考虑，我才得到我的 output y。这样。好，那所以写成数学式子就是这样 ，zt 等于 f of zt 减1 xt 这样子。那仔细再写啦，我就是 xt 会乘上 wxz，再加上我前一个时间点的 zt 减1乘上 wzz，那这个就形成了我的这个 layer 的 input， 然后呢再透过一个 nonlinear 的 function gz， 这通常就是一个这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灰色的这个框框所处理的的一个 layer。那所以可以写成 gz of input zt， 然后呢这个得到的结果呢 zt 呢再经过这个 layer wzy 这个类神经网络，经过 activation function， 那得到 output yt hat 这样子。所以这是数学上的描述。那你如果把左边这个网络展开来的话，其实可以展开成像右边这样。因为现在我们一句话进来，假设有3个字我一开始呢 input 是 x1 这个字我经过一些处理，那我考虑到前一刻的 memory，那因为时间一开始没有什么 memory 嘛，所以我可能就是 random initialize 一个 z0，经过一些处理，同时考虑 x1 跟 z0，得到 z1， 然后呢再把 z1 经过一些处理，得到第一个时间点的 output y1。好，那现在第二个时间点 input 进来 x2 经过处理，以及前一刻的 latent representation t1 也经过处理，所以我同时考虑 x2 跟 t1， 然后呢得到第二个时间点的 latent representation z2。然后呢我再经过处理得到 y2，以此类推。
这个就是一个，其实右边的这个网路跟左边这个网路是一样的，我只是把在时间上把它展开来而已。所以一旦你把它展开来，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 RNN 这个网路跟我们之前所看到的这种 feed forward 的网路其实是一样的吧，没什么两样嘛，对不对？你展开来，它就像是我们之前熟悉的那些网路一样。好 ，OK。好，那所以这里就说 ，given 一个 sequence of input s1 到 xt， 那以及对应的这个如果我们今天是要去训练一个 RNN 的话，那 supervised 的训练的话，input s1 到 st 对应的 output 是 y1 到 yt， 那我们就是希望能够自动找到这个网路的参数，这些 matrix 嘛，wsz、wzz、wzy 这些东西。那在刚刚右手边的这个经过展开之后的网路我们就一样用同样的技法，我们去算它的这个gradient对不对？用梯度下降法，用 backpropagation 来去找到最好的参数嘛。好，所以这个逻辑都是一样的。好，那现在我们举一个例子啦。假设呢，现在有一个 RNN 那它只有一个 input unit、一个 hidden unit 跟一个 output unit。那它们之间的数学关系可以写成这样。我在 t 这个时间点，我会考虑到我的 input xt，那我乘上一个参数，加上前一个时间点的 latent representation zt 减1乘上 wzz，那也许我还再加上一个什么 bias， 然后经过一个 activation， 我就得到了 t 这个时间点的 latent representation， t 这个时间点的经过处理过后的 input 经过处理过后的 feature， 然后呢，我再把这个 zt 经过一个处理，加上一个 bias， 丢给一个 activation function， 我就得到了 output yt。这样，好，就这么简单的一个RNN 的网路。好，那我们要如何去学到最好的参数 w 呢？好，那以前我们就讲过嘛，我们当然就要设计 loss function 好，那我们假设用 square error loss，OK，那这只是 dt 这个时间点，我就可以算出，因为 dt 这个时间点我的 output 是 yt hat 嘛，那我真正的标准答案是 yt 嘛，那这中间就会有一个落差。好，那 t 加1这个时间点也会有一个误差， t 加2这个时间点也会有一个误差，以此类推嘛。所以说你把所有的时间点的误差整个加起来，就是你整体而言的这个 loss 的值。这样，好，那所以这整个 loss 我们叫它 L。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推导一下这个 backpropagation 这个动作我们在之前已经有介绍过嘛，所以我们再很快的讲一次 loss。假设我们今天要找到最好的 hidden layer 的 weighting wzz， 这个 wzz 呢，其实就是我们刚刚在这里，这个地方，这个刚刚是粗体字的 w， 但是参数而已，好。方程很简单嘛，就 yt 减到 ytk 的平方嘛。不过你可以看到说，这里是 summation t 等于1到大 T 意思是说，我假设总共有大 T 这么多个时间点的话，我每一个时间点都会有一个误差嘛。好，那这些东西对 wzz 做偏微分，就变成这样-2yt 减到 ytk， 然后呢 ytk 对 wzz 偏微分，然后 ytk 呢其实就是 gy of input yt， 那这个一样，这是一个复合函数，你对 wzz 做一次偏微分，就是整体做一次偏微分，再针对 input yt 做偏微分。那 input yt 就是 wzy zt 加上 w0y， 它对 wzz 做偏微分，一偏微分之后呢，它就变成是 zt 对 wzz 做偏微分，这样。OK， 好，这个动作呢，我们之前已经有看过很类似的，所以我们就不再特别的细讲。好，总而言之就是我针对某一个变数做一次偏微分的意思嘛。好，那这里面比较棘手的是谁？最右边的这个，最右边的这个。好，那所以我们仔细来看呢，最右边的这个 zt 对 wzz 做偏微分。好，
ZT 是谁 ？ZT 是 GZ of input ZT。OK， 那又来了，复合函数又在整个做偏微分，那 input ZT 做偏微分 ，input ZT 呢是这个 WZZ ZT 减1加上这个东西对 WZZ 再做一次偏微分，就变成这个样子。哇，怎么做不完啊？你会发现这一坨，这整个再做一次偏微分，最后又长成这个形式。你仔细看一下，我呢本来是要算 ZT 对 WZZ 偏微分，我这个偏微分的结果等于谁？等于是这个东西乘上 ZT 加上 WZZ 对 ZT 减1对 WZZ 偏微分，对不对？诶，这个就很像是我们之前曾经之前在讲一开始介绍过的，以及在更早之前我们讲Hidden Markov Model 的时候，有没有？这是不是就是一个所谓的 recursive 的形式？也就是说，我要去算 ZT 对 WZZ 的偏微分的结果，我们得要使用到 ZT 减1对 WZZ 的偏微分的结果，是不是？这又是一个 recursive 的一个形式。好，所以说呢，这个 expression is recursive。好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gradient from time step t is calculated using contribution from time step t 减1。好，然后所以说呢 ，the total runtime for computing the gradient will be linear in size of the network。好，那这样子的一个演算法呢，叫做 backpropagation through time， 就是它有考虑到前一刻的这个 gradient。好，每一个时刻都考虑到前一刻的 gradient， 然后一路这样子乘下来。好，一路这样子乘下来。好，所以逻辑上呢，它还是一个梯度下降法。啊，只是说它的这个整个梯度尤其是针对这种 hidden unit 的这种梯度啊，中间都会牵涉到 recursive form 这样子。好，那所以啊，因为你再回归看一下这个 ZT 对 WZZ 偏微分是出现在这里嘛，对不对？我来从头回过头来看这个就是在看说我的 loss 对 WZZ 偏微分等于谁呢？等于是这一坨嘛。那这一坨的最右边这一项，我们知道最右边这一项如果再展开，又会展开出 ZT 减1对 WZZ 偏微分。那它再继续展开，又会变成是有 ZT 减2对 WZZ 做偏微分。所以它等于是你可以想象，这边底下就是一大堆 ZT 减 K 对 WZZ 做偏微分的意思，就会成一大堆这种东西。所以说呢，整体而言 ，the gradient at大 T will include terms proportional to 这个东西。好 ，proportional to 这个东西，因为你会成一大堆 GZ prime 这种东西，你把这个，就是说每一个这一个都会牵扯到一个 G prime 括号 input 什么东西，对不对？一大堆，你会有一大堆的 G prime 括号 input 什么什么东西，所以它会跟这个相乘的结果有关。好，那讲这么辛苦是在讲什么呢？他说，你知道 ，for 你的 activation function 如果是 sigmoid、hyperbolic tangent 跟 ReLU， 好，虽然这个 G 就是 activation function 嘛，对不对？虽然我们知道 activation function 经过一次微分都大于等于0，但它有可能小于1嘛。如果说你的 activation function 经过一次微分小于等于1，那么你可以想象这一大堆小于等于1的值乘批次乘在一起会怎么样？ Our simple Rn will certainly suffer from Vanishing gradient problem。如果今天的 WZZ 也小于1的话，好，那等于说你光去算你的 loss function 对 WZZ 做偏微分，如果在你的数值 WZZ 是小于1的情况之下，它会乘上很多这个东西，然后它乘完之后的值呢，它的梯度几乎会消失，几乎等于0。OK， 好。
那反过来讲，如果 WZZ 大于1，那我们可能会乘很多次大于1的值，有可能会造成梯度爆炸啊，可能会造成梯度爆炸。好，那这个其实就是虽然 RNN 这个概念听起来很有道理，刚刚这个 RNN 这个概念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在1990年代，其实RNN 这个概念在1990年代就被提出来了。好，但是呢，为什么在那个年代它没有很大的用途？就是因为有这种 gradient vanish 或者是 gradient explosion 的问题，梯度爆炸或梯度消失的问题。OK， 好，那所以说呢，为了要改良传统的这种 RNN 呢，就有一个也是一个著名的一个大学者哈，他提出了 LSTM Long Short Term Memory 哈，那这个学者的名字很难念啊，应该是德文哈，但总而言之呢，这个大家有一些小故事知道说，这个提出 LSTM， 大家可以去查这个 LSTM 之父啊，这一位应该是在瑞士工作的一个大学者，他一直对于他没有得到 Turing Award， 一直在那边 complain 这样子啊，他一直在讲说那个谁谁谁，你们做了什么东西？其实我以前我早就做过啦，我早就提过啦，等等等等的。那的确，他提出 LSTM 真的是让 RNN 真的可以运作但是就不知道某些原因，他就没有得到 Turing Award 嘛。好，那它这个 LCM 呢概念是说呢，我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结构叫做 memory cell。好，这个我前面所看过的这些资讯啊，经过处理之后呢，我可能就把它放到我这个 memory cell 里面去。好，等到我下一个时刻有一个新的 input 进来，我再从我现在这个 memory cell 读出来，然后呢，让你到下一个时刻一起进行处理，再往下走，这样。好，你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吗？好，重点就在于这不是跟刚刚很像吗？重点就在于说这个的设计是，等一下我们会提到我的 memory 呢，我可能选择读出来，也有可能是读一部分，也有可能是完全不读出来。它是一个动态决定的一个过程。同样的，我的 input， 我是要完全看我的 input， 还是 input 的资讯看一些混合了一些过去的 memory 的资讯，这些都是一个动态决定的过程。好，所以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设计他说新的资讯呢 enter the memory by adding updates， 它是把我经过新一轮的处理完之后，我如果有新的资讯，我就把它加到原本的 memory 里面去，而不是随着时间越长，我就一直沉进去，那你这会产生一些数值的问题。那整个的概念呢，像是这一张图这也是来自于李宏一教授大致的概念就是说，我现在呢有一个 input 进来了，首先我会有一个闸口，好，我这个闸口来决定说我 input 的资讯我要看多少这个叫做input 在这里对 sorry input gate 对 ZI 进来我有一个 input 的闸口这样，然后呢我可能会考虑到说我 input 要读取多少的资讯进来然后再来我前一刻的这个 memory 里面的资讯呢，我会透过一个叫 forget gate 来去控制这个开关，我是不是要完全读出来，或者是我读出一部分，然后我就把之前的资讯呢跟现在的资讯混合在一起，一起考虑去进行处理。处理完之后呢，我得到的结果，我到底要不要输出到下一刻呢？下一个时间点呢？那我也要透过一个有没有经过到下一个时间点？是这里有一个机制啦那有没有要 output 出去，变成是我这一刻的结果呢？我这里还有一个 output gate 来进行控制所以这大概是一个示意图所以它这里就是说我有一个 forget gate 来决定我 memory cell 里面我要读出来，要不要读出来，读出多少比例那 input gate I 呢 determine if the element of the memory cell is updated additively by new information
就是我要不要把我的 input 资讯要有多少比例加到我的这个 memory cell 里面去啊。然后 output gate 呢，就是我现在这一个时刻，我运算出来的结果，我要不要，我有多大的一个比例啊，来去真的形成我最后的一个 output 这样。好，看数学式子比较明确了，其实就长这样。我的 input 这个 t 这个时间点，我的 input 的 data 叫 xt， 我经过一些处理，然后呢，再加上我前一刻的 memory， 前一刻的 latent representation， 经过一些处理，然后呢，经过一个 activation function， 我得到了 ft。这个 ft 的角色，相当于是决定我要这个就是 forget gate， 就是我要忘掉多少 memory 的意思。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我新一刻的 memory 里面的值等于我旧一刻的 memory， 旧前一个时刻的 memory 的值乘上我的 forget 的这一个比例，这样子。好，那 IT 呢 ？IT 就是我的 input gate， 就是我的 input， 我要考虑多少？那你会发现哦，我的 input gate、forget gate 跟 output gate 其实都是受控于 xt 跟 zt 减一，有没有啊？只是说他们这里的这个网络的参数不一样而已。好，那我的 input gate 跟谁作用呢？跟我现在这一刻的 input 跟前一刻的这个 latent representation 经过 activation function 啊，我去跟它做一个处理。然后重点是我这一刻的经过处理完之后的结果，我是去跟前一刻的 memory 加在一起形成的新的 memory 啊，所以我不是乘的啊。好，那处理完之后呢，我新一刻的 memory 的资讯，我再经过一个 hyperbolic tangent， 然后呢，去跟我的 output gate 的值去进行 element wise 的相乘啊。那我 output gate 我这个比例要多少，也是取决于 xt 跟 zt 减一啊。最后呢，终于得到我要输出的这个 zt 的结果。好，那所以也就是因为有这些机制的关系 ，forget gate、input gate 啊，这个 output gate 的关系，所以我们有机会让也许某几层这个资讯根本就都没有不需要处理，好，或者说他没有学到新的资讯，根本我就不要去 update 到我的 memory 嘛。好，这整个的概念跟我们先前讲的那个 ResNet 很像，好，它让我们整个 RNN 的这个网络的运作是有机会训练了起来的。好，所以说呢，这个只是一个例子啊，就是说能够让 LSTM 运作起来的一种结构。所以 LSTM 是一种 RNN。好，那还有其他学者提出其他种做法，好，也是属于 RNN 的范围。好，那也是目的都是让这个 RNN 呢，它的网络可以建构的起来，可以训练的起来，这样。OK， 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大概是 RNN 的介绍。好，那接下来呢，Deep Learning 这整个广大的领域呢，我们先前介绍过 CNN、RNN， 那接下来从一些比较总体的这个概念来跟大家介绍啊。那我们之前大部分所用的例子都是 Supervised Learning， 对不对？好，那其实类神经网络我们也可以拿来做 Unsupervised Learning 啊，跟 Transfer Learning。跟 semi-supervised learning。 好， unsupervised learning 意思就是说，我们只有一堆 input data x， 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说每一笔 input 对应应该对应的 output 结果是什么。好，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对应的标准答案 y 啦，我们只有一堆资料。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要如何学到有用的资讯？ Transfer learning 指的是说，我可能先前我已经在根据某一组资料，我已经训练好一个模型了 ，supervised learning 已经训练好了。那我现在有新的资料进来，我要去辨识一些我之前从来没有看过的类别。那我可不可以借用以前我已经训练好的这个模型，把它的能力移转到让它也可以去辨识新的类别呢？啊，比如说我之前已经训练好
能够辨识100类动物的模型，但是我现在有第101类到105类新的动物了，那我要如何让它也能够辨识得出来？那有一种做法就是说，我就把这个刚刚用100类训练好的模型呢，我取一部分的新的这5类的训练资料来去微调这个模型，这叫 transfer learning。那 semi-supervised learning 呢？大家知道我在做 supervised learning 的时候，最大的困难点其实是资料啦，就是说你要有配对的资料这笔资料对应的标准答案是什么？这笔资料对应标准答案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没有那么多时间跟力气去标示那么多的标准答案嘛。好，那 semi-supervised learning 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也许只有少量的 label 的 example。那我可能就有一个初步的一个模型，训练好一个初步的模型，但不太准。那我能不能额外再去看那些我没有标示的那些 unlabeled 的 example 来提升我的这个模型？这样好，所以底下呢，我们来介绍几个 unsupervised learning 的一个方法。当我们没有标准答案的时候呢，我们能干嘛？我们大概第一个工作我们可以做的是学会资料的表达方式等于说学资料的 feature 学一个 new representation 那所以说呢，它重点在于学这个 presentation。那或者是说呢，我们可以去学一个 generative model 一个生成式的一个模型因为我们可能只是在表达我的特征是怎么个分布我们并不知道说每一笔资料代表什么样的一个意义，但是我们了解这资料的分布是怎么样。好，那很多的演算法呢，它其实是同时可以完成特征的学习以及生成性的模型的比如说，假设我们学一个join model probability join probability x and z 呢是 latent representation，x 呢就是我们的资料所以呢，比如说我们可以学一个我们学一大堆的这个，我们手中拿一大堆的人脸 ，OK， 那至于哪一张脸代表什么人，我们不知道，但反正我们就有一堆脸那我们相当于我们就建构出一个模型，很能够描述人脸的这个资讯所以比如说在这个高维的特征空间当中，我可能有某一个维度某一个轴。代表的是这个人脸这个性别，那么另外一个轴可能代表的是有没有戴眼镜，另外一个轴代表是不是长头发，另外一个轴代表的是头发的颜色什么等等的。好，所以相当于说我们有办法把一张人脸表达在一个高维的空间当中。如果我们做得到这件事，而且你不同的维度代表不同的意义的话，我们有机会可以做到这样子这个也是实际上的一个结果。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人脸，好，那它当然在高维的空间当中代表成一个高维的向量嘛，如果我把这个向量减掉这个向量，再加上这个向量，相当于是一个有戴墨镜的男生的概念，减掉男生的概念，加上女生的概念，那它就变成是女生戴墨镜的概念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件事情就变得很有趣。我们居然有办法去操作这些 latent representation， 去操作它，好像是在操作代数一样，有没有？好像在做代数运算一样。我们把某一个属性去掉，比如说把男生的属性去掉，再加上女生的属性，那我就变成是女生戴墨镜的影像，这样这是unsupervised learning 可能可以做的一个应用。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介绍几个这个所谓的 unsupervised learning 的这个一些方法。好，不过我看这时间差不多，我们来看一下同学们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是一个小小的段落。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的话，对，我刚刚少讲了一个，就是说那个我们今天一样会有抽算力的活动。
好，一样会有周算六活动。不过，今天因为大家都是线上上课，所以不管是不是成大的同学呢，我们都是线上填表单，线上填表单来进行算力的这个抽奖。好，那我们一样是会抽出11位同学，然后一样从这11位同学里面抽1位出来得到最大奖。好，所以这11位同学就不限定是不是成大的哦。好，就大家都因为我们今天没有实体上课嘛。好，所以呢，我先公布目前这个第一组通关密语好了，1113。好，那在这边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我们要准备回来上课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讲 unsupervised learning 的一些常见的做法。好，那其中一个最简单的叫做 autoencoder。那 autoencoder 呢，它包含两个部分，一个叫 encoder， 一个叫 decoder。encoder 的目的就是把我的 input data x 呢，我把它转换到成一个representation， 就是说我们把它表达成一个很不错的特征。我们把原本的资料表达成一个很不错的特征，好，这是 encoder 的任务。那 decoder 呢，就是从这样子的特征回归到原本的 data x 那个 domain。那我们会希望说呢，这个底下这是一个示意图，我 x 经过 encoder 变成是 z hat， 那我这个 z hat 再经过 decoder 回归到原本很像是 x 的样子，叫做 s prom。那我们会希望说，这个 x prom 要跟 x 越接近越好。好，那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说我这里的 encoder 跟 decoder 啊，那编码跟解码嘛，相当于是我的编码跟解码做得很好，而且呢，我中间的这个 z hat 有完全掌握住这个资料 x 的特性，我才有办法在我的资料经过编码变成是一个更有效率的表达形式之后呢，我还可以把它解码，变成跟原本很像的东西。好，这个就是 autoencoder 的主要的意义。好，那所以我们呢，我们要劝我们在训练这个 autoencoder 的时候呢，我们是希望能够达到这个 x 能够趋近于 g of f of x， 其中这个 f 代表的是这个 encoder， 好，那 f of x 就是这个 z hat。那 G 呢，就是这个 decoder， 相当于如果以这个叫什么矩阵乘法来，矩阵来讲的话，就是一个乘上一个矩阵跟乘上它的反矩阵。好，我们希望我们找到的 F 跟 G 有这样的一个特性。那当然，以现在这个年代来讲 ，F 跟 G 呢，可以由这个深度的类神经网络来完成啊，它代表的就是一个 mapping 吧。好，所以写成数学 z hat 等于 f of x 就相当于是，我 x 前面乘上一个 wet matrix w， 好，这个 w 呢可以是一个 linear layer 或者是一个类神经网络什么，好，然后呢这个 z hat 左边乘上 w transpose， 好，或者说类似是 w 的 inverse 这样子的东西呢，我就可以回归到像原本的 x 这样子。好，那理论上，因为你经过编码再解码出来的东西，理论上不会跟原本的 x 一模一样啦。所以其实我们想要建构的这个 encoder 跟 decoder 呢，我希望能够 minimize 这一个 loss。这个 loss 就是我的 DJ 笔资料实际上长这样。那我把 DJ 笔资料经过 encoder， 再经过 decoder。这中间的误差，对不对？我经过编码在解码之后的结果，跟我原本资料的原本的形式这中间的误差，我希望它越小越好。这样，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整个运作呢？我不需要知道这个 xj 它真正的标准答案 y 是什么，我其实不 care 这个 xj 代表的是一只猫，还是一只狗，还是一个人脸，还是什么？我其实不 care， 对不对？我重点是要去学会一个好的 encoder 跟 decoder， 能够让这整个程序做得很好。那这程序如果做得很好，就会让我得知，就是让我得到一个，我这个 encoder 如果设计得很好，那我的这个 z hat 这个是我把 x 经过编码之后，这个 z hat 就很能够用来表达我的资料 x 这样子。好，那所以呢，假设你今天真的能够很好的表达你的资料 x， 假设 x 就是人脸，那 z hat 就是人脸的特征。好，那我们刚刚前面这个例子就是说，如果你能够
很好的表达人脸的特征，你就有机会做到目前画面上的这件事。你可能就是你可以做一些运算啊，你可以做一些处理啊，达到一些有趣的结果，这样。好，那这是 autoencoder 啊。那事实上呢，这个 linear autoencoder 呢，其实跟传统的 PCA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是蛮像的啊。相当于是说，今天你这中间的这个 Z， 如果是维度比较低啊，你原本的资料维度是10万维，你这中间这个 Z 你可能可以1000维啊，经过你把一个10万维的向量呢，经过适当的编码处理之后，变成用1000维来表达就好了。好，那这个概念很像是我们以往在做这个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就是我去找到最能表达原本这些资料的这些维度它的这个形成一个坐标系，我就可以很精准而有效率的用比较少量的维度来代表同样的资料。相关的课程都会介绍到，比如说很多的在通讯资料压缩然后这个资料的分析等等领域常常用到的一个概念好，那所以呢，刚刚前面所讲的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 autoencoder 那你可以再进一步的假设这中间的一个编码跟解码的复杂度很高，它应该用一些很复杂非线性的一些方法来进行动作的话呢，后来呢，有了 autoencoder 之后，就有人提出 variational autoencoder 来去做到更复杂的这个转换。那 variational autoencoder 简称 VAE VAE 的概念是说，我转换我编码过去之后的这个 Z 它应该可能来自于某一个 treatable family of distribution 比如说我希望我的一大堆的 input X， 我经过编码之后得到这一大堆的 Z， 这个 Z 是 follow 某一组 distribution 的所以 Q of Z 这个 Z 的这个 distribution， 我希望它越接近这个 Q of Z 越好，这样那这个 Q 怎么选择呢？它可能可以是，比如说我们就假设我经过编码过后的这个 distribution 要接近Gaussian distribution。OK， 好，所以呢 ，within the chosen family of treatable distribution, Q is optimized to be as close as possible to the true posterior distribution。就是我实际上给你这些 X， 我经过编码之后得到的这些 Z 所形成的 distribution 叫做 P of Z given X。我希望这个 P 这个 distribution 要越接近我背后假设的这一个高勋 distribution 越好，这样。好，那为了要达到这件事情呢，我要去 train 这个 VAE 的时候呢，我的 loss function 就已经不再是我原本的 X 跟我后来经过解码之后的 S prime 这中间的误差，我的 loss function 就不是那个，我的 loss function 就变成是我经过编码过后的这个 distribution P， 跟我假设的这个 family distribution， 比如Gaussian，这中间的 KL divergence 要越接近越好。它着重的是我中间的这个 Z 的 distribution 要像一个什么我的目标的 distribution。好，那要达到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要衡量我形成的这个 distribution 跟我目标的 distribution 有多接近嘛？那这件事情就可以用 KL divergence 来衡量。好，那它的数学式写起来就长这样啦，积分 QZ 乘上 log KL divergence 的这个基础的式子了。好，那简单来讲，它就是在衡量两个 distribution 有多么相似的意思那
对，所以我要 minimize 是这个 KL divergence 啊。好，所以呢，你可以用 VAE 的方式来去建构你的 encoder 跟 decoder，你也可以用一般的 auto encoder 的方式来建构你的 encoder 跟 decoder。好，那底下这个表呢，就是 ChatGPT 帮我生成的两个方法中间的一个对比啊。以一般的 auto encoder 来讲，它的目标就是要压缩资料，并且还原，就是你把 x 变成 z 再还原成 x prime 这样。好，那 VAE 的目的呢，是学会资料的几率分布。好，所以中间主要是要学中间的那个 z 的那个分布要很接近一个你想要的一个目标。好，那借由 minimize 这个目标，我就学到好的 encoder 跟 decoder 这样。那编码的结果呢？一般的 autoencoder 就是得到一个 z 嘛 ，deterministic 的一个 latent vector。好，那 VAE 的话呢，我其实得到的是我这个 z 的这个 distribution， 我形成一个 distribution。好，那所以说呢，这里就讲说 z 的部分它输出一个 latent vector， 然后呢，我如果是 VAE 的话，其实是我是得到了那个 distribution， 我可以从这个 distribution 里面去抽样出来。好 ，given 一个 x， 我去根据这个 distribution 抽样出一个对应的 z， 最有可能的 z， 这样，而不是直接就是某一个 z， 这样大家有没有清楚 ？Auto encoder 这里的 encode 就是我把 x 直接就编码成 z， 结束了。好，这样子的 x 我就变成这样的 z， 那样子的 x 我就变成那样子的 z， 这样。那可是呢，如果是 VAE 的话呢，是什么？我给一个 x。我去从这个 distribution 里面去 sample 出一个 z， 我一模一样的 x 进来，我两次 sample 的结果可能不同啊。你只要有 sample 就会有一些随机性嘛，啊，这样大家懂意思吧？好，那所以训练的目标在一般的 autoencoder 就是重建，就是最 minimize 这个 reconstruction error， 最小化重建的误差。而 VAE 呢，我就是要最小化这个 KL divergence 啊，当然你也可以搭配重建误差，你也可以一起加上来也行啊，你也可以只靠这个 KL divergence 啊，生成的能力啊，其实一般的 autoencoder 就不具备有生成新样本的能力，但是 VAE 就可以哦。好，为什么？因为我已经得到了中间 z 的这个 distribution 了。啊，我知道这个 distribution 的参数应该长什么样子，所以我就可以去从这个 distribution 里面去抽样，我抽样出来就是一个新的 z， 抽样出来就是一个 z， 这样。所以其实啊，大家知道现在那个影像生成的模型已经很厉害了嘛，在以前最早期，大概在2012、13年左右，当时最厉害的影像生成模型就是 VAE 啊，就是 VAE 啊，就是原因就是这样。为什么它是一个生成模型？啊，当年还没有进入所谓的现在叫什么生成式 AI 的时代，当年还没有。但当年的生成模型就是最厉害的是 VAE 啊。不过很快的2014年就有一个新的模型提出来啊，那就打败了 VAE 啊。等一下我们会讲啊。表现来讲的话呢，通常 VAE 生成出来的这个影像啊或者资料会比较模糊，但它的生成性是强的。好，那所以unsupervised learning 的部分呢，我们讲了 autoencoder 跟 variational autoencoder， 还有另外一种也很常见的简单的叫做 autoregressive 的 model 啊，或简称 AR 的 model。那它概念就是说呢，每一个 element xi 啊 is predicted based on other elements of the vector 啊，某一个维度的值是借由其他维度的值来去预估这个维度的值。或者是说有的时候是auto regression model 呢，更常用在有时间先后顺序的，我可能用前几个时间点的值来去预估下一个时间点的值，这样子。好，所以这里有讲到说 the most common application is the analysis of time series data where the AR model of the order k predict st given sk t 减 k is that x t 减1这样子那所以说呢，在 auto regression 那边就相当于是我给定你 xt 减 k 到 st 减1，那么你 st 出现的
这个几率是多少，这个 conditional distribution 是多少。好，那你可以用传统的所谓的线性回归的方法来去做到这件事情，你也可以用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类线性网络啊，就是它吃入的 input 就是前 k 一个时间点的值，然后呢要你去预估这个时间点的值啊，这个也可以。那这个完全每一个时间点对应的标准答案是什么，你也都不需要知道。好，所以我们说这也是一种 unsupervised learning。好，我可能借由隔壁邻居，借由先前看到的资料来去预估我现在这个时间点的结果，这样。好，那还有另外一种啊，我们刚刚提到说呢，大概在2012、13左右，最厉害的生成模型叫 BAE， 很快的到了2014年，有一个新的模型出来了，叫做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好，对抗生成模型。好，这个概念一出来之后呢，就大大的提升影像生成的一个结果。右下角这张图呢是它的示意图，整个 GAN 里面呢包含了2个要件，一个是 generator 是会把一个 latent representation z 把它 mapping 成 x。好，那in order to produce samples from the distribution， 好，就是说我要尽可能的，我可能收集到一堆的 x 是我的资料，对吧？好，那我现在呢想要建构出一个 generator， 让我从z 是 latent representation 嘛，我可能是从一个Gaussian distribution 里面 sample 出一组向量出来 ，sample 出一个向量出来，叫做 z。我希望我 sample 出来的这个随机 sample 出来这个向量 z， 经过 generator 的 mapping 过后呢，能够产生出很接近我实际资料的一个 distribution。好，讲一个更具体的啦，假设我收集一大堆猫的照片，所以我这些 x 一大堆的 x，S1、S2 一直到 x100万，全部都是猫的照片，所以呢，这100万张猫的照片会形成一个 distribution， 叫做 PWX， 这样。好，然后呢，这个 generator 生成器的模型就是目标就是我要把一个随机给你一个向量 z， 这个 z 经过你 generator 的 mapping， 我可以 mapping 成一张很像是猫的一个照片。好，因为它生成出来的结果是在这个 distribution P of X 里面，这样。好，那所以这个 generator 怎么来建构呢？你可以用一个类神经网络来建构啊，看你高兴，你可能可以用 CNN 啊，或者你用什么东西来建构都可以。好，但这不是重点，这不是唯一的一个重点。你生成的好不好？其实这里要搭配另外一个网络叫做 discriminator， 啊，区分器。这个 discriminator 呢，是一个分辨你丢给他的东西到底是不是一个实际的资料的一个网络。好，比如说我生成一张我说很接近猫的照片，对不对？所以这个 discriminator network 第一啦，我会拿到你现在generator 输出给我的图，我也会去看我手边有的真正的猫的图片。那我这个网络的目的就是用来判别说，哎，你刚刚给我的这张图到底是不是真的猫 ？OK， 好，那所以基本上 generator 的目的是要尽可能生成像猫的照片，然后呢 discriminator 的目的是尽可能要去区分到底你现在给我任何一张图，这张图到底是不是生成的，是不是假的照片 ？OK， 好，那借由我依序的去提升 generator 跟 discriminator 的能力，两边能力变得越来越好。所以，比如说我的 generator 一开始表现得很烂，我这个猫的图片生成得很不好，一下子就被低识破了。所以呢，我就要提升我的 generator G 的能力。然后呢，我就生成出比较好的猫的照片，我能够骗过这个 discriminator D， 我让他误以为
这真的是猫的照片。这个时候呢，我的 discriminator 再去提升它的分辨能力，我又识破它是生成的。好，那就是两边互相对抗影响。G 提升了，接下来换 D 提升 ，D 提升到一定程度，又变成 G 要提升，这样子。好，所以这就是所谓的生成对抗网络，这是一个在2014年提出来的一个很创新的一个概念。好，很创新的一个概念。好，那一样的啊，这些其实这整个过程当中都没有所谓的 label 嘛，不需要 label。好，那所以这是 GAN 的一个概念哈。那 unsupervised learning 呢，还有另外一种常见的一个应用叫做 translation 啊。translation 呢，可能是我把某一个 input x 把它转换成某一个对应的 output，转换成某一个 output y。好，比如说我是把一个英文的句子转成法文的句子，或者说我把一张本来是一个夜晚的图，把它变成是像白天的图这样子。好，那我可能也根本就不知道说这个地方夜晚长这样，它实际上白天应该长什么样，我可能不知道。好，那我可能也不知道说原本某一句英文的话，它对应的法语的翻译是怎么样，我可能也不知道。好，如果你今天是在做 supervised translation 的话，好，你要做这个英文转法文的翻译的话，当然你有可能可以收集到很多英文跟法文对应的句子。OK， 那你可以收集很多的 S 跟 Y 的 pair， 那你就可以去做一个 supervised learning 来学会一个模型，来做到这样一个转换。好，但是呢，要找到一大堆这样子 SY 的这个对应是很困难的。所以呢，在实际的应用上呢，我们常常需要用的是 unsupervised translation 的方法。好，那我们可能因为在实际的世界当中呢，我们可能有一大堆的 X， 可是我们没有它对应的 Y。好，有的时候是收集这些资料很花时间，有的时候是我们根本就收集不到这些资料。等一下我们会有例子可以看得到。好，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大概在2015年左右，有人就利用刚刚讲的 GAN 的这样子一个网络的形式，这样的一个方法呢，来去做到 unsupervised translation。好，那它的概念是，我有一个 GAN， 我可以呢 produce a realistic example of Y when conditional on X， 就是说我有一个我把输入 X， 然后呢，我有个 generator 可以输出 Y， 然后呢，这个就是我尽可能用一个 GAN 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好，那我另外一个 GAN 呢，我是把 Y 转回来变成 X。OK， 把 Y 转回来变成 X。好，那这个方法呢，其实叫做 cycle gain 啊。好，就是说你从 X 转到 Y， 你再从 Y 转回 X， 你X 转到 Y，Y 转回 X， 你转回来的结果应该要跟原本的 X 一样，越接近越好。好，同样的，你X 转到 Y， 然后呢，你从哪一个 Y 转回这个 X， 这两个 Y 也应该要很接近，所以它其实是用一组 GAN 来完成这件事情。好，那当年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这个啦 ，cycle gain 啊。好，比如说我把墨内的画转成相片，把相片转成墨内的画。好，那这件事情是我们永远都找不到一个 XY 的 pair 嘛，对不对？好，因为当时莫内在画这个画的时候，我怎么知道他当场那个地点他的相片长什么样子呢？所以说我们不能够说我输入的 input X 是这个，我对应的 output Y 是这个嘛？我永远不知道他当年在画那幅画的那个 Y 长什么样子嘛，所以我永远收集不到那个 Y 嘛。好，那他现在这里的概念就是说，但是至少我可以学一个网络，把莫内的画转成实际的照片。那因为我可以收集到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实际的照片嘛，那我只要有一个 discriminator 是专门用来判别说，我现在给你的这张影像是不是实际相机拍出来的照片，那我就可以去增进把莫内的画
转成相片的那个 GAN 啊。反之，我现在呢随便在路边拍一张照片，我也不知道莫内来画这个场景会画成什么样子嘛，这永远没有答案嘛。所以说呢，我想要学一个 GAN，就是我把一个相片转成莫内的画，好，但是我有很多莫内的画，我知道嘛，所以说我有一个 discriminator 去判别说，我随便给你一张图，好，那这张图是不是莫内的画的风格？这样，好，那有这两组 GAN 呢，我就有机会把莫内的画转成相片，相片转成莫内的画，好，或者像这个啊，我把斑马转成一般的野马，把野马转成斑马，把夏天转成冬天，冬天转成夏天，对不对？好，然后呢，你可以做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 unsupervised 的一个转换，好，那它这个之所以是 unsupervised，就是因为我根本就不会有当年莫内画这个画的时候，他当时的对应的照片是什么？它没有一个一对一的的这样的一个对应啊。如果有一个一对一的对应，就是这一页这里最后面这句话所说的嘛。你如果找得到一对一的对应，那太好了，你就这样子下去做 supervised learning 去训练嘛。啊，但大部分情况之下是没有的。好，那进入到 transfer learning 啊 ，transfer learning 呢，就是说呢，我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我所学到的模型，它的经验、它的能力，可不可以帮助我去完成另外一件事情？啊，这叫 transfer learning 啊。所以比如说，我现在可能是用某一个网络来做影像辨识，啊，辨识出100类，啊，那我假设我现在要做的是影像切割，我可不可以把一个本来拿来做影像辨识的网络呢？我现在拿影像切割的这个资料集，对它进行微调，我就让它这个网络具备有影像切割的能力。好，这是一种，好，这是从不同的 task 来分的这样子。好，那另外一个例子是我刚刚先前提到的吧，我已经学会第1到100类的影像辨识，那我如果有第101到105之前从来没有看过的，那我可不可以借用它的能力，让我也可以去辨识出101到105的类别？好，这是另外一种做法。好，所以说呢 ，the weight are update by gradient descent in the usual way using data for task B。好，那他说呢，当你在进行微调的时候呢，他建议啊，你 learning rate 可以调低一点。好，那另外一个是，当然啦，如果你的 B 这个任务的属性跟 A 这个任务越接近的话呢，通常你的 transfer learning 可能会做得更好。OK， 所以transfer learning 能不能做得好，有时候会有一点需要人的一些一些帮忙。好，那你可能就会挑，你今天你要做 task B，那你要挑哪一个 task A 的模型来帮忙你去来做 transfer learning 呢？那你可能就会挑说属性比较接近的 task。啊，你会预期这样效果会比较好，这样啊。那 transfer learning 呢已经被广为使用了啊，大家很多时候呢，大家没有那个能力去训练一个庞大的效能好的模型，所以我们常常会拿一个别人训练好的模型从 GitHub 上面啊，我们可能抓到这个模型，然后呢拿它来微调，完成我自己想要做的事。好，那所以说 one reason for the popularity of transfer learning大量资料训练好的模型，善心人士啊，放在这个好像没电了，是不是？好，来我看一下这应该我换了一个麦克风，我充电一下。好，我希望这样是有声音的。
好，我们刚刚提到说，现在就是，这里看一下啊。好呀，因为现在有很多善心人士，他训练好了的 model 就放到网络上嘛，好，所以尤其像现在的这个大型语言模型也是如此。好，我们自己劝不出大型语言模型啊。好，那通常这是一个经验了哈，也许呢你就只需要去 freeze 前面几个 layer 啊，前面几个 layer，那你前面几个 layer 是用来取特征的，那你去微调的话，你是调比较后面的 layer， 这样比较深的 layer 啊。OK， 那另外一个 transfer learning 的一个重要的应用是，很多时候呢，我在实体世界当中可能不好收集资料啊，或者说有一些道德的风险，好，比如说自驾车的资料，假设你要收集到一些危险情境的资料的话，你不容易，真的请人家去开车，然后造成那种危险的情况嘛。好，所以可能会是在虚拟的空间当中来模拟这种情况，来训练模型，然后想办法把这样的模型呢 transfer 到实体世界当中的这个应用当中。好，那另外一个跟 transfer learning 有关的是叫做 multitask learning。好，那广义上来讲 ，multitask learning 呢，我们可以说它是 transfer learning 的一种。好，那我们其实同时给定同样的一个 input， 我们可能想要同时完成多个不同的 task。好，所以它整个的示意图长这样。我可能呢，这个网络的前半段大家是共享的，我可能一样都取特征，几个不同的分支。好，那第一个分支专门用来解决第一项任务，第二个分支用来解决第二项任务。好，所以比如说我要去同时辨别，比如说一个人的人脸，我要去辨识他的年纪跟他的性别。好，那我的 input 同样都是这个人脸啊。好，那但是我的第一个 task 是预估他的性别，我的第二个 task 是判别他的这个年纪，这样子。好，那这个就是一种multitask learning， 好，同时完成多个任务的意思。好，那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一章最后一页投影片就这一页。好，那整个这一章呢，就在讲 deep learning。好，那大家知道说 deep learning 现在可以用在非常非常多不同的领域。那也就是最近这10几年来，为什么 AI 有再次兴起的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好 ，OK， 那我们先暂时在 deep learning 这边呢，先暂时介绍到这里。好，我们之后呢会持续的再补充一些更新的内容。好，不过我们就先把这一章第21章把它完成。OK， 大概是到这边。好，那我们来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问题。都没有问题哦。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要进入到第22章。好，第22章呢，讲的是 reinforcement learning。好，那在这边呢，我们补充了，就是说2024年的 Turing Award 是这2位。好，那他们就是因为在 reinforcement learning 的贡献而得到 Turing Award。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在这本我们学期一开始第1堂课，我们就讲说，整个 Turing Award 的得奖的主题跟整个时间的变化，就相当于是整个 AI 整个历程发展的变化嘛，对不对？好，所以当时啊，我们所列出来的最新是到好像2019年吧，就是 Yann LeCun、Jeffrey Hinton 跟这个Yoshua Bengio 这3位因为 Deep Learning 的贡献而得到 Turing Award 嘛。
啊，当时是2019年写最新。那因为我们这本书呢，目前最新的版本大概是2020年、2021年左右，好，所以你可以看了嘛，2019年 Deep Learning 拿到 Turing Award， 到了2024年 Reinforcement Learning 拿到 Turing Award， 好，那强化式学习就是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呢，它整个的示意图大概是这个意思。我们整个 AI 都在讲说我们要开发 agent 嘛，对不对？那这个 agent 呢，我们会在一个环境里面，好，那 reinforcement learning 的意思，它的概念跟我们之前讲的 supervised learning、unsupervised learning 又不一样，它是不同的另外一个分支。我们这个 agent 会在这个环境里面进行做某一些动作，做一些 action。那我做了一些动作之后呢，会导致我的环境、我的状态会进行变动。那我会去观察这个环境的变动，来给予这个 agent 一些 reward。所以他会理解，他就必须得要去探讨说，我做了一个什么动作，我造成的影响是可能是正面的影响，正面影响有多高，或者是负面的影响，负面影响有多高。那借由这样子来去调整我的动作的这个决策这个序列，这样子。好，所以呢，你看哦，这个东西跟 supervised learning 不太一样。supervised learning 是说，我给你一个资料，我给你一个 input， 你会有个对应的 output， 你就去学到 input 跟 output 之间的 mapping 关系。好，那像这个，我虽然有 reward， 但是我这个 reward 并不是说我这个 agent 应该要怎么走，它并不是说有一个唯一的答案。我这个 agent 不是只有一个 input x 你就 output y 的这个唯一的一个答案，我只是告诉你说，当你看到 x 的时候，你可能可以做好多种不同的 action。那你做了某一个 action， 你可能可以得到某种回馈，做了另外一个 action 得到另外一个回馈。那你在这整个做了很多的 action， 得到很多正面负面的回馈之后，你最终要形塑出一个自己这个 agent 的一个action 的一个 policy， 一个判断，这样子。好，那所以说呢，整个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呢，我们是希望能够 learning from reward。好，在 supervised learning 里面呢，我们的所开发出来的 agent 呢是 passively observing example input output pair provided by a teacher， 也就是说，在 supervised learning 那一边，我其实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老师，就是我告诉你说，我这个 output 就是应该长这样子。好 ，In this chapter, we will see how agents can actively learn from their own experience。好，在 reinforcement learning 里面呢，它并不是有一个标准答案，有一个老师在那里，而是它是根据他做很多次的 action， 得到很多的 reward， 这整个叫做他们的经验，从经验当中来去学会调整他自己的策略，这样。好，那如果对比到，比如说下棋来讲 ，supervised learning 的 agent 啊，需要被告知说，怎么样叫做是一个正确的走法？怎么样叫做正确的走法？好，那但是这件事情在下棋里面，你就很难有一个什么叫做正确，对不对？ Such feedback is seldom available。怎么样叫做下这一步棋是正确？它可能就是下这一步棋是比较好，或者是比较不好，它没有说一定正不正确啊。而且它牵扯的又很广啊，并不是说我一步棋一定是叫好或不好。我可能短期来看这一步棋可能不好，但相对来讲，我下一步可能就又怎么样不一样嘛哈。好，所以在缺乏 teacher 唯一的这个标准的情况之下呢， the agent will have no ground for deciding which move to make。那所以说呢，我们希望能够开发的 agent 是能够知道说 something good has happened。OK， 他知道说 OK， 我今天如果下了某一步，
我就是将军对方了，那这一步就是好嘛，啊，那如果我下了某一步就是被将军了，那就叫做不好，好，this kinds of feedback is called reward 或者叫 reinforcement，好，那如果在下棋的游戏里面呢，这个所谓的 feedback 啊，其实只有在这个游戏截止的那一刻，最后那一步，你将军对方或被将军了，你才得到这个 reward，好，这是以下棋来讲。但是在很现实世界当中，很多时候呢，这个 reward 可能更常发生。比如说打乒乓球，哦，你每一球打过来之后，我都要决定说我要用什么样子的角度，是正拍、反拍，什么样的角度来回击。好，所以在这个 case 底下呢，假设我是要开发一个自动打乒乓球的机器人，那么我每一次回球，我都会得到一个 reward。啊，我可能回球出界，我可能回球对方没接到，或者回球挂网，啊，马上就会有一个 reward 这样子啊。那一个最佳的一个所谓的行动的策略呢，指的是能够让我预期的我的 total reward 能够越大越好的啊，这样子的策略叫做最佳的策略，能够最大化我的预期 reward 的策略就是最佳策略。那所以 reinforcement learning 的这个目标啊，就是说我要用我现在观察到的 reward 来去学到一个最佳的策略啊，在某个环境设定之下啊，在很多复杂的 domain 里面呢 ，reinforcement learning 事实上是唯一可行的方式啊。你没有 supervised 的，你没有标准答案，你没有一个指标啊，你真正在这种环境设计之下，你只能够用 reinforcement learning 来做事情，这样。好，所以在这一个 chapter 里面呢，我们会讲一些比较基础的reinforcement learning 的方法。好，我们讲所谓的 model based 的 reinforcement learning。好，那在这个类别里面呢 ，agent 就会用一个 transition model。啊，这个环境你做了一个什么 action 之后，你的环境会从什么状态变到什么状态？这中间我们 build 一个 transition model。啊，利用这个呢来去帮忙解释，我这个 reward 的变动情况。那也有可能是我不去建这个 transition model， 啊，但是我可能去建所谓的 action utility 的这个 function。好，那一般来讲呢，我们在 reinforcement learning 里面，我们习惯叫它一个 Q learning 的 agent。好，这个 Q learning 的 agent 呢，去学一个 action utility function 或者叫做 Q function。好，为什么叫做 Q 呢？ Q 就是 quality 啦，品质啦，就是说你在做了某一个动作之后，它带来的效益有多高？效益越高的，就代表我这是一个越有品质的动作，这样子啊。OK， 那所以 Q learning 的这个 Q function Q learning 主要的目标就是学会 action utility function。好，那最后一个呢，会讲到 policy 的 search。好 ，agent 呢 learns a policy that maps directly from state to action。好，这边是说我看到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那我就去input 一个状态，我就 output 出一个动作。啊，这叫 policy search。OK， 好，所以呢，整个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呢，事实上包含一个很广泛的一个范围。好，那我们就优先呢，先从比较简单的来开始讲起。好，不过呢，我想这边应该是一个段落哦，因为等一下就会连续的，我们就会先把这个 passive 的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先把它讲完哈，所以这边可能是一个段落，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要休息一下，那我们等一下再进入，下一轮的介绍。好，那在这边我们先公布第二组通关密语，叫6508好了。好，6508。好，那我们休息10分钟再回来。
好，我们要回来上课了哦。好，那首先呢，我们要先介绍的是 passive 的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叫做被动式的强化式学习。好，那你一定想嘛，被动式那就一定有一个对应的叫做主动式。好，那最主要的差别是说呢，被动式的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呢，主要是它的 policy，它如何你在某一个状态之下，你要做哪一个动作，这个 policy 是已经是确定的了。啊，也就是说你在某一个你在某一个状态之下要做什么样子的 action，这件事情是确立的。OK，那我们永远呢都是根据我们 policy 用 pi 这个方选来表达。好，所以呢，你只要在 state s， 那我们都会去执行 pi of s 这个动作。这样，好，那我们真正要去这个，那你说那这样子是在干嘛呢？Passive reinforcement learning 是在评估一个 policy 它的 reward 预期的 reward 可以多少。OK， 好，他没有主动去学不同的 policy。好，但如果是 active 的 reinforcement learning， 我们在之后会提到，他就会去主动的调整他的 policy。好，最主要的差别是这样。好，那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 policy 拍了。The agent is trying to learn the utility function， 也就是说呢，我们去学说，在这样子的策略之下，我预期的 reward 是怎么样？我如果从 state s 出发的话，我去执行 policy 拍，那我预期的 reward 是怎么样？那这个就是所谓的utility function， 就是我从 s 出发，我利用拍这个策略。我的 utility 会是多少？我预期的效益或者预期的 reward 有多高？这样。好，那底下呢就有一张图，这张图呢左边这里所显示的，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环境。哈，这个环境呢，事实上来自于第17章所定义的一个环境。好，那左边这是它的所谓的最佳的策略。那右边呢，是你在各个不同的 state， 你的预期的这个 reward 是多少？好，那因为我们第17章我们其实是跳过没有讲嘛，所以接下来为了要解释这个内容呢，所以我们要先回顾一下第17章在这个环境里面的一个设定。好，这个问题呢，假设我们现在要解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简单，它是一个4×3，总共12格的一个环境。然后呢，每一格都有一个编号。好，那22这一格呢，就是一个障碍物。好，所以你不可以走到22这个地方。好，那这个任务就是说，我要从11这个地方出发。如果在这个格子里面走来走去，我每走一格，我都要被扣0.04分。好，所以呢，你在那边游移不定，走很多很多次，你每走一次就会扣0.04。好，那你如果走到43这一格呢，你就会加1分。好，你如果走到42这一格，你就会扣1分。这样，好，所以呢，我们一看到这个问题呢，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尽可能让我们最终走完之后，停止之后，我们的分数要越高越好嘛。所以我们大概就会想说，直觉来看我们要怎么走当然就是往上，我从这里出发嘛，往上，往上，往右，往右，往右，我就得到多少分？1减掉1次、2次、3次、4次、5次。好，那5、4、8分这样子。好，那或者是说往右、往右、往上、往上、往右。OK， 好，那这样子也是1、2、3、4、5次这样子。好，这是理论上是这样。可是我们现在再加一点点不确定性，就是说每次我从某一格，我叫它往，比如说我叫它往上走，好，那它有80% 真的会往上走，但是呢会有10% 会往左偏，
好，会往左走，有10%会往右走，这样子。所以今天你叫它，你从11这个地方，你叫它往上走，它不是 always， 它不是一定都会跑到12这个位置，它可能有10%的几率呢，会往右走到21这个位置，然后呢，有10%呢会往左撞墙啊。如果是撞墙的话呢，我就维持在原地不动，这样。啊，这个是这个问题的设定，啊，它有一个不确定性在里面，这样。好，那所以说他讲嘛，如果今天这个整个环境是 deterministic， 也就是说你叫他做什么，他就一定做什么的话，那我们当然知道说，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的最佳解大概就是往上、往上、往右、往右、往右就结束了嘛，啊，但是呢，它并不是 deterministic。好，那另外一个呢，because the decision problem is sequential, the utility function 就是我们要去算说，我最后的这个，我从某一个 state 出发，我最终我得到的效益是多少？那这个 depends on 你从这个地方出发，接下来你怎么走？你这个序列是怎么走嘛？对不对？所以跟你的这个整个环境变动，你这所谓的环境变动，就是说，我现在在11这个 state， 我可能到下一个时间点，我在12这个 state， 我到下一个时间点，我可能是13这个 state， 这个就是我的环境有所变动。好，因为我身处的环境有变动。好，那我的 action 是什么呢？我的 action 就是我是要往上走，还是要往右走，还是要往左走？这是我的 action， 这样。好。那我们现在要学会这个 utility， 也就是说，我今天我可能从11出发，我也可能从21出发，我可能31出发啊，因为我从11出发，我下一步我如果走到21，相当于我在解的问题就是我从21出发的问题，然后接下来我再叫它往下走，那我可能走到31，那接下来它又变成是一个子问题，就是相当于我从31这个地方出发嘛。好，那我们规定呢，在 state S 呢，它这个 agent 啊，就会得到一个 reward， 长这样 R 括号 SA S prime 啊，意思就是说呢，我从 S 出发，我做了 A 这个动作，我跑到 S prime 这个 state。好，那他说呢，这个 reward 啊，一定是可能是正的，可能是负的啊，但是它一定是一个有一个绑得住的一个值啦啊。所以举例，我的 reward 如果我每走一步，我就是扣 0.04， 除非我走到 terminal state。terminal state 呢，就是正1或者负1啊。所以如果今天我从某一个 state 出发，我走了10步之后，第10步我才终于走到正1的这个 state 的话呢，我的 total utility 呢就是 0.6 啊，因为1加上10次的负 0.04 嘛，所以我最后的 utility 的值是 0.6， 我的效益是 0.6 这样。好，我们目前这里都还在讲第17章的内容哦。好，那一个 solution 呢，就什么叫做一个 solution？ 就是你这个 agent 应该what should do for any state that the agent might reach。所以呢，一个 solution 的意思就是说，我在这个环境里面的任何的某一格，我应该要怎么走？我应该要怎么走？好，那这个 solution 呢，就称为是一个 policy。好，这个 policy。那在 reinforcement learning 的领域里面呢，我们都用 Pi 来代表这个 policy。好，所以 Pi of S 代表的是我在 state S 这边我要做的策略，所以 Pi of S 的输出就是以某一个 action A 这样。好 ，The quality of a policy is therefore measured by the expected utility of the possible environment history generated by that policy。好，一个策略的品质有多好，那就是看说它从任何某一个 state 出发，我的预期的 utility， 我希望它越大越好。好，那越能够达到最大的 expected utility 的那个 policy 就叫做 optimal policy， 啊，最佳的 policy 这样。好，所以又回到这里来啦。假设今天这里是第17章的图哦，左边这一张图
代表的是当我每走一步，我的 reward 是负0.04的情况之下，我的 optimal policy 其实是长这样的。也就是说，你如果是从这里出发，11出发，你就是往上；你从12出发，你就是往上；你从13出发，你就往右。好，你从21出发，你就往左；你从31出发，你可以往左，也可以往上啊，它的 utility 是一样的。好，那你会说，哎，为什么我在21这个地方我不是往右呢？啊，不要忘记哦，我们现在每次叫他做事情，它都有一个不确定性，好，所以你叫他往右，他不见得，他只有80%是真的往右，他有10%是往左会撞墙，有10%往右也是撞墙，所以经过复杂的推论运算之后呢，他可能决定是怎么样会比较好啊。这个是当我每走一步，我的 reward 是负0.04的时候，这是最好的 policy。可是呢，我如果今天我每走一步，我的 reward 是小于负1.6497的话，这才是最佳的 policy。OK， 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在这种很特殊的情况之下，你只要走一步，你就会被扣1.6分以上啊，扣1.7了。好了，你看哦，在这么极端的情况之下，假设你是在这个位置41这个地方，你宁可怎么样？你直接跳到火坑里面去，跳到这一格，你才扣1分。可是你如果往左走，你会扣1.7分啊。好，所以这个还跟你每走一格会扣多少分会有关系。好，所以他这里就讲到说，如果 r 小于等于负1.6497的话呢，这个agent 啊，他在这整个环境里面实在是太痛苦了。好，所以说呢，他即使是在41那个地方，他也会毫不犹豫的直接跳到负1的那一格里面去，因为这样子反而没那么痛苦。好，那如果 r 的值呢，在负0.7到负0.4526之间呢，这个环境也不是很友善。好，所以说呢，在这边它依旧在这里，它依旧是会跳这一格。好，那其他地方呢，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动啊。那如果是在 r 在负0.0274跟0之间的话呢，它这样子变动。如果 r 大于0的话呢，哇，那这太棒了！你看，当 r 大于0的时候呢，这个环境里面啊，太舒服了。好，我宁愿你看哦，我每走一格，我的得分都是正的。那我宁可，比如说即使我是在33这个地方，我也不要去往右走到正1啊，因为我往左走，我在那边散步，对不对？永远都不要走到终点，我的 reward 可以一直增加嘛。OK， 好，所以这个是你到底学到的 optimal policy 会是怎么样子，还会跟你每一次你的 reward 是怎么样的变动会有关系。好，那所以我们假设呢，现在 agent 啊，先从某一个 state S 出发，然后令 ST 代表的是在 T 这个时间点它抵达的 state。好，所以其实你也可以说 S0，假设我们叫初始的时间点叫做0的话，大 S0其实就是小 s 啦，啊，因为你从小 s 出发嘛。好，那 the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ver state sequence S1、2、3一直到多少 is determined by the initial state as the policy pi and the transition model for the environment。好，就是说我现在从小 s 出发，我根据这个 policy pi 来进行动作。好，那我的 transition model 就是我叫它我有多大几率会往右边移，我多大几率往左边移，往前面移。好，这个就是 transition model。那在数学上，我预估的所得到的效益，我去从 S 出发，我去执行 pi 这个 policy， 我预期得到的效益可以写成这个式子。好，这个 r 括号 st pi of st 跟 st 加1是什么？就是我在 t 这个时间点，我在 st 嘛，这个 state 嘛，
然后呢，我的动作就是 pi of st 嘛，然后呢，我就会走到 st 加1这个状态嘛，所以这个 r 就是我的 reward， 对不对？刚刚讲的这个 r 的值啊，这个 reward 的值。好，那 gamma 呢 ？gamma 指的是 discount factor 啊，也就是说，我们这里可以再做的更 general、更复杂，就是说，随着你的时间的演变，你这个 reward 是不是要乘上一个打折的一个比例啊？那我们底下的说明呢，我们都为了要简化说明，我们把这个 gamma 呢设定成1，也就是说，你每走一步，不管你走几步，走到第10步，走到第20步，走到第100步，我每走一步，我就是扣0.04啦。哦，我并不会因为说我已经走到第100步了，我再多走一步就只扣0.04乘上0.1， 0.004啊，没有这样子。好，为了方便说明啊。好啦，那所以说呢，我从本来呢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呢，理论上就是我要从所有可能的 policy 里面啊，所谓的一个 policy 就是我要去决定我在这个环境里面的任何某一个 state 我要怎么做动作啊。从这么多可能的 policy 里面呢，我们要去找到预期的效益最高的那个 policy， 这就是我想要达到的目标。好 ，The utility of a state is the expected reward for the next transition plus the discounted utility of the next state, assuming that the agent choose the optimal action。好，那刚刚的那个到底一个 policy 它的预期的效益，好，我如果今天这是整个 policy， 如果今天我是从 state S 出发，我从 S 这个地方走出去的预期的效益是多少呢？假设我们每次进行动作的时候，我们在任何一个 state S， 我们做动作，我们永远都挑预期效益最高的那一个。好，我们都是挑最好的那个动作。好，那在数学上，我从 S 出发的 utility 可以等于什么呢？可以是我所有下一步可能走过去的 S prime 以及它对应的效益所形成的一个期望值。好，你仔细看一下这个数学式，这个 R S A S prime 其实就是说我在 S 这个 state， 我做了 A 这个动作，我就走到了 S prime 这个地方，我所得到的 reward， 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从 S 走到 S prime 的 reward， 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我接下来就要从 S prime 继续往下走嘛，那 S prime 我的预期的 reward 是多少 ？OK， 好，这整个中括号刮起来的东西就是我从 S 走到 S prime， 以及我从 S prime 出发继续往下走的所有的可能的状况的预期的效益，就是中括号。好，但是你会从 S 采取 A 这个动作走到 S prime 的几率有多高呢？是这么高。好，因为我在 S 这里，我可以做 A 这个动作，我可以做 B 这个动作，我可以做 C 这个动作，我可能就走到 S prime， 走到 S double prime， 走到 S triple prime 都有可能嘛。所以呢，我如果走到 S prime， 我的预期效益是这么高。我如果走到 S double prime， 我的预期效益就是什么 ？R 括号 S A S double prime 加上 gamma U S double prime。好，那总而言之，你把所有可能的从 SK 走出去的所有的 state 全部都 sum 起来，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然后你去 maximize 它，这个其实就是你从 S 出发的最大的预期的效益。好，所以你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这又是一个 recursive 的形式，对不对？好，那这个式子呢，当时在1957年就被这个 Richard Bellman 提出来的，所以这个又称为是所谓的 Bellman equation。好 ，Bellman equation。好，终于讲完了第17章的这个背景介绍，我们接下来回到第22章。
所以呢，左边这张图呢，就是在这个环境底下，假设呢你的 reward 每走一步是负0.04的话，那你的最佳的 policy 是这样。好，然后呢，你右边的这个呢，就是你这个最佳的 policy， 你在每一个 state 预计的expected 的 utility 是多少？好，像假设你是在33这个位置，好，这个位置呢，你的预计的 utility 高达0.9578，因为它已经离正一非常的接近了。好，那你如果不信，你是在41这个位置，你的预期的 utility 啊，其实是0.4279。所以你看啊，虽然说我这里的最佳策略就是我要往左走，我这里要往左走，很明显嘛，对不对？这是我的最佳策略。那有10%会不小心直接跌入坑里面啊，好，所以说它的这个预期效益，那又没跌了嘛？预期效益是0.4279。好 ，OK， 好了，那所以说现在我们就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哈。所以首先呢，我们讲到说 passive 的 reinforcement learning 目标就是要去评估一个 policy 它的预计的 utility 是多少，也就是说我们如何去预估这些数值啊。好，那有一个做法是说，我呢就去真的走走看，根据这个 policy 我真的走走看，然后走到停为止。所以呢，比如说我们都从11出发嘛，好，那我走第一次呢，我可能从11出发，我叫它往上走到12，再叫它往上走到13，再叫它往右，你看哦，我叫它往上走到12，再走到13，然后我叫它往右，理论上它如果真的有完成这件事，它应该走到23嘛，可是不幸的，在这边13我叫它往右，它却回到了12，因为我们知道这里我叫它往右，它有10%的几率会掉回12嘛，好。所以呢，在这里它就是真的又走回12了，在12呢，我就又叫它走13，叫它往上。这件事情是确立的，就是说，你只要在12，我就是往上；你只要在13，我就是叫它往右。这件事情是确立的，这件事情就是我的 optimal policy 派已经定义好的。好，那所以这一路走，终于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呢，它走到43了。好，这是第一次出发走一次，第二次出发再走一次，一样从11出发，最后也是走到43，这中间的过程就有可能不一样哦。然后到第三次呢，我可能又从11出发，最后走到42，好，那这也是结束了，这样好，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算说。我们的目标是 use the information about reward to learn the expected utility。我们要去评估，我们现在这里我们试了3次嘛，对不对？我们要去评估说，我如果从11出发，我的预估的 reward 是多少？我如果从12出发，我预估的 reward 多少？我从13出发，我从41出发，我从33出发，个别的 reward 是多少？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套用了刚刚讲的。这个曾经出现过的这个式子嘛，这在概念上、数学上是这样没有错。好，这个 R 呢，就是我的每走一步的 reward。那这个 discount factor gamma 呢，我们现在都用1来表达，所以这个可以忽略啊，1的 t 次方我们可以忽略啊。所以呢，基本上就是我的这个我怎么去估计这个 expected 的 utility 的问题了。好，那第一招最简单的叫做 direct utility estimation。好，那这个 idea 呢，就是说，我们直接看一个例子哈。The first try in a set of 3 provide a sample total reward 0.76 for state 11。好，什么意思？好，比如说你从
第一个 try， 我们就知道说，我从一出发，我最终走到结尾为止，我最终得到几分啊？就是1、2、3、4、5、6， 6、4、24，所以就是负2.4，负0.24，所以再加上1就变成0.76，所以从第一次的尝试，我们知道说我从一出发，我最后得到0.76分，这样子。好，那我如果从1、2出发呢？哎，你看哦，从1、2出发，我这里有一个1、2，然后最后结尾我是怎么样？我透过1、2、3、4、5，我有5次的负0.4，然后再加1，所以我如果从这1、2出发呢，我得到0.8分。另外，我还有一个是从这里，这里是1、2，我从1、2这里出发，我得到0.88分。好，那我如果从1、3出发呢，我有得到一个叫做0.84分，我这里还有一个1、3，有没有？我这里得到的是0.92分。好，这个是光从我第一次的尝试走的路径，我就可以估算出我从1、出发，从1、2出发，从1、3出发，我个别的分数是怎么样。好，那所以说呢 ，at the end of each sequence, the algorithm calculate the observed reward to go and update the estimate utility accordingly。好，那你只要你 try 的次数够多次，那你的平均而言，你的预估出来的 utility 呢，就会接近是理论上实际的 utility 值。所以比如说，我如果只看第一条路径，那我就预估1出发的 utility 0.76， 1、2出发的 utility 呢，就是0.80加0.88除以2，它的平均0.84。好啊，如果从1、3出发呢，那就是0.92跟0.84的平均，这样。那你只要你 try 够多次，你就会得到很多次的从1出发的结果，很多次从1、2出发的结果，很多次从1、3出发的结果，很多次从2、3出发的结果，那你就可以去预估出你从每一个 state 出发的结果。那我们就可以预估出每一个位置的 expected utility， 对不对？啊，这一招很简单，这个就叫做 direct utility estimation， 对不对？好，那这边呢是再把这个 Bellman equation 再次列出来。好，实际上direct utility estimation 呢，其实是不太管我是会先从1、2再走到1、3，还是先从1、3走到2、3的。它其实就是单纯去算这些数值，然后平均的弄一弄这样而已。好，但是我们知道，在 Bellman equation 里面，它这个式子很漂亮啊，这个描述起来就是说，我要考虑到说，我会从 S 做某一个动作，会走到 S prime 的几率啊，对不对？好，所以他这里就这一句话就讲说嘛 ，ignor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tates, direct utility estimation 呢 miss opportunities for learning。所以其实他没有从这个你做了那么多次的这个尝试里面呢，学到更多有用的资讯，是比较没有的。这一招虽然简单，但是也很笨，这样子啊。好，所以这里就举例子嘛，笨在哪里？他说举例来讲哦，第2次的 trial， 好，他说呢，他有走到3、2这个地方，好，那3、2是在我第一次的尝试里面没有走过的一个地方，好，那么3、2的下一个邻居叫做3、3 ，OK， 所以呢，我们从第一次尝试里面，我们知道说3、3的这个位置啊，它的预期的 utility 是很高的，是很高的。好，那 the Bellman equation suggests immediately， 如果你是有这个能力来预估，你有这个能力预估说 ，OK， 3、2离3、3很近，而且3、3的预期的 utility 很高，那我就应该很 prefer 3、2啊，好，所以说 the Bellman equation suggests immediately that 3、2 is also likely to have high utility。理论上3、2离3、3很近，而3、3很高分，那我3、2应该也要很高分。好，
那但是你如果是这个你如果直接用 direct utility estimation 的话，比如说你从32出发，你在第二次尝试的时候呢，你发现的确很高分，0.96分。但是呢，你如果是再看第三个 trial， 这里有走到32啊，你从32再往下走-1分，哇，那你就会想说 ，OK， 我第二个 trial 我得到0.96分，我第三个 trial 我得到-1分啊，所以32的这个 expected utility 呢，就是 0.96 减1除以2，对不对？加上-1除以2，那你就会误以为32这个位置的 utility 很低分。这里32在这个位置啊，你就会误以为这个很低分。对，它的确不是最高分，没有33那么高分，但是因为32离33很近，所以有点被它拉抬才对。好，但是你如果用 direct utility estimation， 它没有这项能力拉抬32这个位置，这个位置的 utility。好，好，那所以呢，就有另外一种方法啦。叫做 ADP，Adaptive Dynamic Programming。好 ，ADP 呢，它就有办法去利用到这个 state 之间的这个一些联动的关系。好，它会去学 transition modeling。好，这个 transition modeling 就是说你会从 state 某一个 state 跳到另外一个 state 的这个几率嘛，对不对？这个我们已经熟了嘛。当时讲 hidden Markov model， 我们知道嘛，对不对？好，它可以自动的去学这个 transition model， 好，然后呢，利用 dynamic programming 的一些方法呢，来去自动学到这个 transition model， 这样。好 ，For a passive learning agent, this means plugging the learned transition model and the observed reward into equation 22.2来计算 utility。好，那所以它能够更接近 Bellman equation 所描述的那种状态。好了，那走一次怎么做呢？我们可以说这个你知道从 S 出发做了 A 这个动作，跑到 S prime 这件事情其实可以这个几率啊，可以借由列表去把它，你只要透过一些机制，你可以去列表把它列出来啊。它是怎么 estimate 呢？是根据你从 S 出发做 A 这个动作，跑到 S prime 你的次数有多少次，去算那个比例而来的。直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33这个位置33这个位置，我叫它往右走，right is execute 4 times in 33，在哪里？在这里。33我叫它往右走，33叫它往右走，33往右走，33往右走。你在33这个位置，你一定是往右走，为什么？这里已经告诉你了嘛，对不对？你这里的最佳的 policy， 你只要在33这个位置，我一定就是叫你往右走。好，所以呢，在我做的这3次的这个 sample 里面我总共会有4次会走到33这个位置，这里、这里、这里跟这里，这样。好，那我在33这个位置叫它往右走呢，其中有2次它会走到32，有2次会走到43。好，也就是说呢，33这个地方，这个就是 S， 我叫它往右走，这个就是 A， 它走到32就是 A， 就是 S prime， 它走到32的位置呢是 50%， 我在33叫它往右，它走到43的几率也是 50%。这个是什么？这个几率跟这个几率就是 Bellman equation 里面的这个几率嘛。所以这其实说起来也没什么了不起嘛，这其实也是一样，根据我去做了3次的 trial 之后，我去统计我从某一个 state 走到另外一个 state
我走出去有很多种不同的走法，那我从33走到32的次数所占的比例有多少嘛？我借由这种方式来去预估这个 transition 的 probability 嘛，对不对？然后呢，我再利用这样我预估出来的 probability 去乘上对应的这个 reward， 那我去预估出来的 utility 呢，就会更接近准确的 utility 的预估值，这样子。好，那底下这里有一张图啊，它就 XO 代表的是说我总共 try 了多少次，像刚刚我们前面的例子都是我 try 了3次嘛。好，那你 try 越多次，你预估的值就会越准。好，那这里的 Y 轴代表的就是说，我从33、32、13、11、21这几个 state 出发的那个estimate 的 utility。好，所以从这个题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我如果用 ADP 的方法来做呢，其实33、13、11，其实你只要 try 不到20次，其实都蛮稳定的了啦。啊，你预估出来的 utility 大概都稳定了。好，但是32这种比较少走到的，跟21这个比较少走到的，我就要用更多一点的 trial， 我可能才预估的比较稳定，这样。好，那因为它其实都有随机性的哈。好，那右边这个图呢，就是说你 try 的次数越多次，你预估出来的 utility 跟实际完美的 utility 这中间的误差啊，那当然你 try 越多次，你的误差就会越小嘛，这个可想而知啊。好，那接下来，所以我们讲完了 Direct Utility Estimation ADP 啊，两个都很简单，然后再来下一个。另外有个方法叫做 temporal difference 的 learning 啊。Another way is to use the observed transition to adjust the utility of the observed state so that they agree with constraint equation。好，那举个例子啊，在第二个 trial 里面，我的 transition 有从13跳到23的，在这里13跳到23。好，那在第一个 trial 里面呢，13我预估出来的13的值啊 ，utility 是0.88。好，为什么0.88？因为这里有1、2、3、4，46哦，因为0.92跟0.84的平均吧，是不是？看一下，刚刚在 direct 那一边啊，你刚才是讲12吗？我看一下啊，13啊，13啊，看一下13这里好。当时呢，我们用 direct utility estimation 呢，你从13出发，好，你是0.84分跟0.92分，因为你在第一个 trial 里面呢，你有2次从13出发，分别的得分是0.84跟0.92，平均起来就是0.88。好，所以你只看第一个 try 的话呢，你会觉得13的 utility 是0.88这样。好，那我现在就是要来修正一下啦。我只看第一个 trial， 我是0.88，只看第一个 trial， 我从23出发的话呢，我的 utility 是0.96。好，那现在我们到了，我们知道呢，如果 if the transition from 13 to 23 occur all the time， 好，如果你走到13，你接下来就一定会走到23的话呢， we would expect the utility to obey， 它就应该要符合这个条件，就是说我13的 utility 就应该是23的 utility 加上负 0.04 嘛，因为我从13走到23嘛。好，这个式子，你仔细看一下，这个式子就是符合什么呢？符合就是符合 Bellman equation 里面的中括号的这个式子嘛，就是这个嘛，对不对？好，所以
这里是要讲说，如果今天你走到1.3，接下来下一步一定走到2.3的话，那么1.3的 expect utility 跟2.3的 expect utility 中间应该要有这样子的关系。好，所以也就是说，你看一下这里 0.88 跟 0.96 有符合这个关系吗？没有。他说呢，1.3啊就应该是 0.92 才对，因为 0.92 才是等于负 0.04 加上 0.96 嘛。OK， 好，所以这代表说 ，OK， 我刚刚第一轮我根据第一个 trial 所预估出来的 utility 是不够准的，它没有符合它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好，所以说呢 ，its current estimate 0.88 might be a little low and it should be increased 啊。那所以我们呢，这个所谓的 temporal difference learning， 它怎么去 update 每一个状态的 utility 呢？它的 update 的方法呢，就等于是我原本的 utility， 我原本在前一个时刻预估出来的 utility 的值，加上我下一步跟我这里的这个落差的值，再加上我走一步我需要付出的代价，这样子。好，这里的阿尔法跟伽马，假设我们都设定成1的话，那其实 equation 22.3 在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把 0.88 提升到 0.92 的意思。因为你旧的数值是 0.88 嘛， 0.88 加上什么负 0.04 加上这个是什么什么 0.96 减掉 0.88 是吗？对，好，这中间1.3这个位置的 utility 要提高的意思啦，要提高的意思。好，那当然这里的伽马跟这里的阿尔法都是可以变动的数值啊，你的这个所谓的提高是要提高多少的比例啊？阿尔法就是一个 learning rate 啊，你可以去进行这个变动。好，那这个方法叫做 temporal difference， 这样大家有没有懂？好，所以这个 temporal difference 的意思就是说，我会根据，因为前面这个 trial， 我从1.3走到2.3，下面这个 trial 我又从1.3走到2.3，在第三个 try 我也是从1.3走到2.3，那感觉1.3走到2.3好像是你只要走到1.3，你就下一步你就几乎都会走到2.3嘛。既然如此的话，你1.3跟2.3的 utility 就应该要符合这个关系呀。好，所以说随着刚刚这个 TD 的这个 update 的式子，如果今天你走到1.3，下一步就一定会走到2.3的话，你经过很多次的 update， 而且它真的也几乎你走到1.3都会接到2.3的话，那他们经过这样的 update， 经过很多次的 update 之后呢，他们的关系就应该会非常接近是这个式子。好，这个就是 temporal difference learning 的概念，这样。好，那所以呢，所有的 TD method 呢 work by adjusting the utility estimate toward the ideal equilibrium。所以当你 update 过很多次之后，你就达到一个平衡的程度。好，那这个所谓的平衡程度，就是说 locally 就是相邻的邻居之间的 utility 之间的关系就会 converge 到一定的一个程度上，这样。好，那你可能想说，这可能会造成今天如果有一个很少出现的喘息群出现了，就是你可能某个你从比如说3.1很少走到4.1，但是你如果真的这样子做了，那你会不会因为那个喘息群的发生，导致于你这个 update 变得很不准呢？好，实际上呢，因为我们整个是平均起来的嘛，好，那所以说只要它很少出现，它所造成的影响就会很小，这样。那另外一个呢，你这个 learning rate alpha 也可以改，
啊，你可以随着时间的增加，你 update 的增加，你的 alpha 呢也许可以降低。好，这个又是一样嘛，这个概念我们之前就说过，你只要 update 够多次，那你就相信你已经 update 的差不多了，你的 learning rate 就可以降低，这样子。好，那底下这个图呢，一样，左边这张图 ，x 轴代表的是 numbers of trial，y 轴代表的是你不同 state 之间的这个你 estimate 的 utility， 这样。好，那你可以感觉得到哈，这个跟刚刚的 ADP 的那个图画起来，这个显然丑多了，对不对？好，那它上下的跳动比较大啊，而且呢，感觉好像要比较多的 trial 才会预估的比较好。OK， 好，那右边这个图也是一样嘛，你要很多很多的 trial， 你这个 error 才会降到比较低的程度。好，那这个是 TD 的缺点。OK， 但是呢，他说 T 的优点是什么呢 ？T 的优点是它不需要一个 transition model。ADP 它主要就是说它要去预估从某一个 state 会跳到另外 state 的几率嘛，它要做一个这样的 transition model 的预估嘛。但 TD 不必做这个预估。啊 ，TD 就是在做我尽可能的去我的 update 是这样子去进行 update 的。啊，我只要套同样的式子，我不用说谁会比较容易挑到谁，好，不去乘那个几率这样子啦。好 ，OK， 所以我一样是完全按照我很多次的 trial 这中间的一个变动来去 update 的。好，所以各有各的优势吧。啊 ，TD 跟 ADP 各有各的优势吧。好 ，OK， 好，所以呢，相较之下呢 ，both try to make local adjustment。好，那 one difference is that TD adjusts a state to agree with the observed successor。好 ，ADP 呢是adjust the state to agree with all the successor that may occur。OK， 那所以就是 TD 的话，就是说我看到一个新的 trial 的结果的时候，我去进行 update 啊。那 ADP 是必须得要做一个完整的一个统计，啊，像这里，啊，我是统计整个 trial， 啊，所有的 trial， 你从33叫它往右走，它会怎么动？你从33叫它往右走，它会走到32的比例，走到43的比例。那这个还只是33往右走哦，你说不定在很多 trial 里面你还会有33往上走，会吗？那33一定是往右走了啊。然后但是你33这个位置，你可能往右走到43，也有可能往下走到32。但是你如果在其他的位置，你叫它往右走，它可能会真的往右，也可能往下，也可能往上，都有可能。那每一种状况你都要把它统计起来，然后去算出对应的几率。这个是 ADP 的这个它的需求了啊。所以这里才讲说 ADP 是统计整体而言所有的各种不同可能性的那个几率啊。那 TD 呢，就是我看到这个 trial 为止，我就 update 一次；我看到下一个 trial， 我就再 update 一次，这样啊。好，那所以呢，这个就所谓的 passive 的 reinforcement learning， 我们讲的3种做法 ：direct utility estimation， 然后这个叫做什么ADP 啊，还有一个叫做temporal difference。OK， 好，那再讲一次，这些都是所谓的被动式的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它主要就是在预估一个固定的 policy， 它的预期的效益有多高，你任何一个 state 的预期效益有多高，这样。好，那这是一个段落，下一个段落我们要讲的就是 active 的 reinforcement learning 了嘛。好，所以底下这个表一样 ，ChatGPT 帮忙整理出来的。主动式的这个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呢，它就是要去调整 policy 啊。被动式的就是我 policy 是固定的。那被动式的我的目标就是我要去评估这个 policy 的价值有多高。主动的呢，就是我要去学会最好的 policy。事实上，你要如何从众多的 policy 里面去挑
或者去学，或者是去选一个最好的 policy 出来呢？其实你得要有能力去评估一个 policy 有多好嘛。所以其实你的 active 的 RL， 你得要用到 passive RL 的能力。OK，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先讲 passive RL 嘛。好，行动的选择在 passive RL， 反正你就听你这个给定的某一个 policy， 你就听它的嘛。好，然后呢 active policy 呢 ，active 的 RL 呢，就是我要去平衡探索跟利用啊，我要去做一个平衡。等一下之后我们会讲到探索的能力，在 passive 这边没有探索的能力，我教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active 的 RL 呢，它会有一些几率是去探索没有做过的动作。我到了某一个 state， 我去探索一个没有做过的动作，带来的效益有多高？好，所以应用的场景呢 ，passive 就是用来做策略的评估 ，active 就是用来做找到最好的策略的学习，这样。OK， 好，所以接下来下一段呢，我们要讲的就是 active 的 reinforcement learning。好，那所以这里第一句话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嘛，哈。An active agent must decide which actions to take。好，我们要学那个 policy 拍的啦。好，刚刚在之前我们讲的都是我已经有一个拍了，所以说我走到某一个 state， 我一定就是把 S 丢给这个拍这个function，我就吐出某一个 A。但我们现在要来决定说，我丢入不同的 S， 那我的 A 应该要长什么样子？我应该我要我在某一个 state， 那我应该要吐出叫他做哪一个动作？这样好。那首先呢 ，Let us begin with the ADP agent and consider how it can be modified。好，我们先从 ADP 的 case 出发。首先呢 ，agent will need to learn a complete model with outcome probability for all actions, rather than just the model for the fixed policy。好，我们要去学会说，我在某一个 state， 我可以做的动作可能有上下，我可以上下左右走嘛，对不对？那么我往右走的几率有多高？往上走几率多高？往左走几率多高？我们要去预估出我在这个 state 我可以做的 action 的每一个 action 的几率。好 ，We need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fact that the agent has the choice of actions。好，我虽然我往右走的几率可能是 0.5， 往上走的几率 0.3， 往左走的几率 0.1， 但并不见得代表说我每次在这个 state， 我永远都取几率最高的那个 action。OK， 好，因为你永远都取那个的话，那你就没有去，你可能就每次走到某一个状态底下，你就一定都会走同一套策略。好，那这不是我们主动式的这个reinforcement learning 想要做的事情。好了，那所以底下呢又再把 Bellman equation 又再秀出来看一次。所以当我们在跑这个主动式的 reinforcement learning 的时候呢，我们一样是会 follow 这个 Bellman equation。好，那前面讲到利用跟探索，我们要在利用跟探索之间取得一个平衡。什么叫做利用呢 ？Exploitation 指的是我利用到目前为止我学到的最佳策略来进行我的动作。好 ，Take a trade-off between exploitation of the current best action to maximize its short-term reward。好，所以短期内我利用我目前已经学好的这个策略来做，我基本上我的 reward 应该是会最好的。好，然后呢，可是我又想要做一些 exploration 探索，在以前of previously unknown state to gain information that can lead to change in policy。我如果永远都只用固定的最好的那个策略，我永远都不会走到我旁边的某一个 state。那个 state 可能是因为它可能预估的 utility 的值可能很低，所以我永远都不选择走到它那个地方。好，
那说不定你走过去，退一步海阔天空啊，好，那这个就是探索，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能够利用，然后也能够偶尔呢，也能够适当的做一些探索，因为说不定这样我能够得到的 policy 是更好的，这样好。Technically, all such schemes need to be greedy in the limit of infinite exploration， 就是说我要在我可以做无限程度的探索的情况之下呢，我尽可能的找到最好的 policy， 最贪婪的一个这样子应用。所以这里讲的 infinite exploration 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个 state action 的 pair 可能都会被探访很多次。那不要只局限目前认为最好的那个 action， 好，这是 exploration。那 greedy in the limit 指的是说，随着学习的进步 ，agent 会变得逐渐收敛到贪婪的策略。也就是说，我年轻的时候我已经探索好多了，等到我中老年的时候呢，我经验够多了，我就是只要走我过去人生经验我学到的那个最好的策略就好了，我 follow 那个最好的策略就好了，啊，所以这个简称 GLIE 啦，哈。那有很多 GLIE 的策略啊，其中最简单的一种叫做 Epsilon Greedy Strategy， 啊，它的概念就是说呢，我这个 agent 啊会 choose a random action， 好，什么时候呢？会按照 T1这样子的比例来选择 random action。好，那这个 T 是什么呢 ？T 就是我现在已经学习的，我已经走了多少步了嘛。所以在一开始 T 还很小的时候，我就有比较高的比例是会随机乱走，合理吧？随着 T 增加，我会随机乱走的几率就低，对不对？这是不是就是又再一次的很符合人生的哲学？还有比如说我们之前讲的这个什么simulated annealing。对不对？好，这个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 GLIE 的一个策略。好，那 a better approach would give some weight to actions that the agent has not tried very often, while tending to avoid actions that are believed to be of low and utility。如果你有一些记忆性的话，好，你知道在某一个状态底下，你做某一个 action。它都很低分，那我就尽可能把那个动作给它很低的几率，让它有机会被执行嘛。它只有很低的几率会被执行嘛。如果你记录下它过去的你在某一个 state， 然后你做的那个动作都是很糟的情况的话，那你就是等于说已经被烫过手了嘛。你就下一次你再遇到这种情况，你就手就不用再伸过去了嘛。啊，意思是这样子嘛。This can be implemented by assigning a high utility estimate to relatively unexplored state action pair。所以这里就有很多的这个手段来帮助你做到这件事情。好，那不过我们今天时间看起来不太够了啦，哈，所以下次呢我们再来仔细介绍这个 active 的 reinforcement learning 的部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NTU Core 上面的简报跟老师上课内容有不一样是正常的吗？是正常的，因为我其实随时都在更动我的投影片内容。有时候我备课嘛，我准备的课程，弄一弄之后，我觉得再加一个图，或者是我把什么东西删掉，所以我一直不断的在精进我的投影片的内容。好，所以有的时候我精进完了之后呢，我忘记再把最新的一份传上去。所以上课，你应该根据我上课嘴巴讲的这个内容是最新的内容啦。有时候我会忘记放上去啦。好，那所以我之后会放。填选完退选表单有成绩显示就可以了吗？是不是接下来在原校提修即可？我其实不知道，因为上次有人问过这件事情，就是说到底你在 NTU Core 上面你填了那个所谓的退选的表单，那我的确我会上去审核说 OK，
同意停休、同意退选什么的。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其实我也不知道。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那也许你们要问 NTU Core 的团队，他到底这行政流程是怎么走的？就是说，他就会通知你们学校说你停休了吗？还是怎么样？我其实真的不确定。也许 NTU Core 的团队也曾经寄信给我，告诉我过这些事情，但是我的信实在是太多了，而且他写的信都超长的，我根本就没有空看啊。所以这个问题我不是非常确定。嘿，好，来，那我们时间最后呢，我们来秀一下这个我们线上填写表单抽算例啊。所以请大家可以扫描这个 QR code 线上填写表单，然后我们应该是开放几分钟以后我们就结束啊。然后请大家去填写，那助教会从里面抽出11位中奖的人，然后其中11位里面还会再有一个人是，其实就是会抽到最大奖，这样好。那我们运作过好几个礼拜了哦，我们上个礼拜的最大奖好像也是成大的同学抽到，啊，但今天就不好说咯，啊，因为今天大家都是线上啊，所以说那个比例就不太一定了，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